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的话会跟大家分享 Virtual 免费的 VPS 白嫖，并且我们会跟大家分享3个建站的系统WordPress、Hello， 还有一个呢叫 Tapture。其中2款呢，应该都是国人这边开发的。WordPress 呢，大家都知道，大名鼎鼎的这个 CMS 啊，有了它，我们的 PHP 永远不会落伍，永远还在被大家使用。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，说 PHP 死了没死？其实它一直很健康的活着。那 Virtual 它这边呢，免费300刀1个月啊，大家可以用新注册的账号绑定你的信用卡来用它这个300刀啊，只要大家使用这个链接就可以获得300刀。但是要注意，如果你真是为了只是体验啊免费额度的话，那在1个月内一定要把你的所有机器关掉，因为它在1个月后会收走你这300刀剩余的余额，至于你下1个月就将使用你自己信用卡里的钱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因为为什么300刀呢？300刀它可以享受这么多地区而且高性能的 VPS，那白嫖嘛，总归要注意一些什么。那我们先在 Virtual 这边开一台机器，当然他家的机器呢，长期使用也是没有问题的。像我这边呢，就一直在使用啊，对于海外独立站的业务问题不大。然后我们选择一个经济档的啊，你可以选择离你客户比较近的一些区域，比方说我的客户呢，主要是在亚太地区。那你就选择东京这个地方，选择你自己的一个镜像系统。镜像系统就是我们 Linux 的一个发行版本啊。我们大部分小伙伴喜欢选择 Debian 或者是乌班图，都是目前主力军啊。像我们的 Rocky， 还有我们的 Alma Linux， 都是 Red Hat 红帽系家族的操作系统。啊，就跟我们 CentOS 7是一样的，但是 CentOS 呢现在已经停止维护了，所以大家啊平替这2家。这个是 Alpine Linux 啊，它是一个独立存在的。我一般喜欢用，因为它足够轻量、安全、小巧，非常省资源。你小内存的 VPS 完全可以去使用。Debian 12。来跟大家演示啊，我们这边选择一个2核2 G 的吧啊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我们要将这3个建站系统安装在同一台服务器上。这边呢，你可以把备份取消，因为备份是要收费的。这边会免费送你一个 IPv6 的地址，再往下我们就不用选择或者填写什么了，直接创建实例。我的网站呢都是在亚太这边，日本东京，我觉得速度在国内的小伙伴访问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。当这边出现 running， 那就表明我们的实例已经启动了。启动以后点进来，你选择这个 IP， 我们在开始菜单 CMD 定一下这个 IP 地址，看能不能拼通。如果拼不通的话，就表明你的VPS 呢，这个公网 IPv4 的地址连不上啊。刚创建的时候很有可能连不通，是因为它在加载，它在初始化，所以会导致你这个网络暂时不通。好了，又等了一会儿呢，它现在已经拼通了，延迟是在183，虽然有些高，但是实际上在相关的地区是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。因为我们这边的 VPS 其实对国内其实优化的并不是特别好，但是我们上了 CDN 的话会好很多啊。CDN 也有 CDN 的问题，但是问题不大，经过你的网站调优化，问题不大。好，那现在是能连通的状态，那我们就上 SSH 工具啊，我们选择这个 Telemuse 的 SSH 工具，我们需要在这里创建一个新的。你没有这个工具呢，科技烂的软件中心向下滑动来找到这个 Telemuse 啊，你就直接到官方进行一个注册登录，进行一个下载 IP 复制进来。IP 复制进来，给它起个名字，测试的东京建站机器。我们下面默认22端口 root， SSH 呢，它默认都是22，就给它一个 root， 因为我们有最高的一个 root 权限。密码复制一下，来填写到这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你的 root 的用户密码。连接，那这样的第一次连接，我们需要选择确认。
那我们就能正常的连接到这一台 Debian 的新的东京的 VPS 上也就是我们的云服务器、云主机上。我们 Ctrl+L 当前的你这个画面清空，我们到科技烂的这个博客国内版里头选择科技烂的一键脚本。你先使用这个如果你当前使用的服务器的系统是 Debian 或乌班图的话，你可以尝试去用一下这个是更新系统索引，并且安装我们的 CURL。它是一个基础的下载工具，然后我们才能用这个 CURL 的命令去下载 Lion 的一键脚本工具建站，复制一下，回车。那这一次呢是第一次，我们需要许可同意，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许可协议，正规化的一种产品设计手段。Y 回车，这样呢我们就进到了一个主菜单，我们选择 LDNMP10建站10，我们需要安装 LDNMP 的环境。这个是首先要安装的，其次呢，我们才可以去装 WordPress， 才可以去装这个 tab， 还有我们的 Hello。那我们选择1，它这边呢会帮你安装一些组件，包括我们的 Docker， 还有我们的 Docker Compose， 还有我们申请证书的软件、定时任务的软件，都会帮大家安装好。那证书我们会颁发自签的一个证书，还会给大家每个域名匹配一个证书。自签的证书呢，就是15年，你可以相当于永久。那它的目的就是防御你的原站 IP 被泄露这个是非常关键的，也是科技烂这边最引以为傲的一种防御原站 IP 泄露的一种手段。那其次呢，我们每个站点也会有自己的域名证书，并且是自动续签的。我们现在在用 Docker Compose 来安装我们的 Nginx、MySQL、PHP、Redis 这一套标准的 LDNMP 的解决方案，就已经进入到后段。后段的意思就是它在装 PHP 的一些扩展，因为像我们今天使用的2个建站系统是都需要这样的环境的，但是我们的 Hello 呢，它只需要 Nginx 的这个环境就可以让我们使用上它那个博客。但是为了我们照顾到其他2个，一个 WordPress， 一个是我们的 Tapture， 所以我们需要稍微花一些时间，等个10分钟、20分钟，上个厕所或者休息一会儿，等这边安装完成就 OK 了。那我们这个呢是完全无人看守的一种状态它都帮你全部搞定，不像我们的 OnePanel 或者宝塔他们的自由度非常高，可定制化也非常高，所以需要大家去手动调试一些东西，手动安装一些东西，才能达到现在我们自动化的这样的一个效果。我提出的解决方案呢，肯定是更适合小白用户的。LDNMP 的环境就已经装好了， Nginx 的版本号、MySQL、PHP、Redis 版本号都能正常的显示，就表明我们成功安装了。安装好以后呢，装其他的东西就非常快了。我们需要选择2装 WordPress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它会告诉你的公网 IPv4 地址，如果你有 IPv6 的话，它会把你 IPv6 的地址也告诉你。那我们用公网的 IPv4 地址来解析我们一个域名出来。之前讲过的这个地方去买一个域名，做一个 DNS 解析，你可以托管到 Cloudflare 上，往下滑，这边有个 Cloudflare。来，我们这边呢有一个 com 这个域名。OK， 我们先到 SSLTLS 这个页面，然后选择这个概述。这边呢，我们点开这个设置。我们要选择完全严格这样的点对点的加密，这样会更加安全可靠我们的网站会更有保障。它是最近呢这个页面做了一些改版，有些小伙伴呢要稍微注意一下。然后我们再回到这个 DNS 这个地方来做一条解析记录。这边呢我们使用 A 记录 ，A 记录就是 IPv4 的记录。我们先把之前的删了，我们从零开始。这块呢我们创建记录，那我们先是 A 记录的话就是 IPv4、IPv6，其实我一般喜欢双线放到这里。名称其实就是你的
这个域名格式啊，我给大家简单看一下。如果你是 at 的话，你域名访问地址就是你的根域名，这样的带字母的，那你就会有一个前缀域名。所以我们的 3W 是怎么做的呢？就是 www 这样的。现在的话就 WP 啊，这个是我们的 WordPress 的网站。然后其他的你什么都不需要动啊，开启小云朵，为我们的网站做防护，并且加速，然后保护我们的原站 IP 不被泄露。我们再创建一个 TP， 就是我们 Temperature， 同样是这个 IP， 因为我们要3个站同时在这一台 VPS 上啊这么搞。然后我们再创建一个第3个站的，那我们就是 Hello， 最终的格式呢就是 h 科技蓝点 com。3个站的域名解析就已经搞定了。首先我们刚才装的是 WordPress， 对不对？那我们的格式是应该怎么样呢？我们回到这边来，我们的格式是这样的，然后我们回车，它就自动会帮我们申请域名证书，发取源码，一气呵成，这个就非常方便了。点击这个域名，然后它就会来到向导，我们需要把对应的信息填写进来，就这么简单。初学者无需自己设定的，因为你设定了很有可能你会搞混，你也不知道什么是什么，直接完成 OK。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用户名，这个用户名呢就是你后台管理员的用户名啊，这个是你后台管理员用户名的密码，这个是相对应的邮箱。我们点击登录啊，我们把密码先保存一下，对，输入用户名和密码，我们点击登录。好，这样呢我们就来到了后台。后台的话，我们第一件事情 WordPress 嘛，我们先把这个先清掉啊，就把后台的无需的插件删掉。我们给它安装一个外观，它现在的默认外观是这样的。我们回到总站前头去看啊，它现在是这样的一个默认的主题给我们提供的。在这边呢，它就有很多主题市场，比方说我们选择这个主题，也是很多做建站、独立站的比较喜欢推荐的这个主题，他们都会带相对应的一些插件，你就把插件也可以一并安装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选择取消，它就会跳到它这个主题模板商店啊，它有这么多主题模板，选择这个 free， 那就会筛选出所有免费的这些主题，根据你自己的一个品牌啊一个策略来进行选择啊，我随便选择一个这个吧。你可以调整一些色彩风格，就可以一路下一步它就开始进行导入。总体上来讲呢 WordPress 我接触的是最多的，其他2款呢可能稍微接触的少一点，所以我们就抛砖引玉一下。因为还是有很多小伙伴说 WordPress 会不会太臃肿，会不会太慢，其实科技蓝一直在用这个 CMS， 问题几乎没有。好了，这样的呢我们的网站就导入进来了。我们去到我们的首页，可以看到很专业的一个登山的冒险的一个主题，很清爽，类似于购物的一个网页，包括我们可以使用这种 PayPal、Visa、Master 这些信用卡来支付的。这个是一个电商的一个网站的一个雏形。这只有一个固定链接，这个地方呢大家要选择文章类的，这样的话 SEO 会更好一点。文章呢你就可以在这边写文章啊，进行编辑和修改。你不要这些了，你就可以全部把它们删掉。你有了这样的一个东西，你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一些编辑和修改。因为内容量还是比较大的，而且很进阶的东西，所以大家至少在这一期你可以先熟悉起来。未来的话我们可能会走更进阶的，做一个电商啊，做一个漂亮的独立站之类的都是可以的。那这边搞定了以后呢，那我们回车一下，我们选择31是什么呢？站点管理，它就会管理你所有的刚才创建的这些 WordPress 啊这些站点。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这个域名就已经在这儿了，是需要数据库的，所以我们同时也会显示数据库的一些信息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来装 Temperature 这个轻量的博客。那我们选择8来安装，不是说我们装一个站就要装一个环境，而是我们用这一个环境就能驾驭 N 个网站，一个环境10几个域名，所以是很轻松拿捏的。也会去申请证书，下载它对应的源码，给它对应的一个配置。这个就非常轻量了，很小啊，我们直接点击就可以了。我好长时间没用这个了，所以有一些操作并不熟悉。可以选择这个 MyCircle 的对接驱动，这个数据库的 title 我们也不需要动。这一块呢，大家来复制这个，复制 MyCircle，
照着填就行了。用户名，其实我是非常想让大家连这个地方都不需要输入，我这边的能力有限啊，精力也有限，当然是可以做，比较复杂，代码量会更大，点对点适配这个就难度会很大啊，所以我觉得性价比不够。好了，那我们全部输入，点击确定，我们给它一个用户名。其实它的引导跟 WordPress 是差不多的啊，强烈建议更改你的默认密码。这是你的后台界面，你可以写新文章，更改外观啊，应该市面上会有很多这个 Tapchart 的外观模板啊，大家可以导入进来的。它这边还会有很多插件的管理，还有系统相关的一些设置，是否允许注册，这个其实跟 WordPress 的结构都是比较相似的啊。允许上传的图片类型，为什么它会把我的头像调出来？我就没上传头像。它好像也是接入的第三方的头像库啊，跟 WordPress 那边是一样的，好吧？我们点击这个右上角的网站啊，这就是我们前台的比较简约的一种状态，你就可以在这边了解你的文章内容。不过它的资源占用会更少一点，很多文章呢，他们都会去分享对应的主题。你看它其实主题是靠这种编辑文本，编辑成这样的很漂亮的这种状态。啊，有很多式多样啊，这个种类还是比较多的，因为它足够轻量，运行的话肯定是比 WordPress 速度要快更多的。当然我这种人呢，就是 WordPress 用惯了。这个站呢，我们31看一下，我们现在有2个站了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在最后一个站 Hello 的话，我稍微接触过一点，所以可以稍微改一下外观啊，让大家感受一下 Hello 其实做了很多工作。那我们这边呢，选择27，选择 Hello。这样的一个格式啊，因为我们刚才解析的这个域名，对不对？我们回车，让它申请证书，为我们部署 Hello。Hello 的话，它不是基于 PHP 的，它其实更基于现代化的一些语言啊来做底层设计的，更简单啊，因为它是 Docker 来运行的。我们点击进去看一下 ，Hello 失败了，是还没启动，应该 Hello 启动应该是需要一些时间的，我们太着急了。OK， 貌似启动了。然后这边呢，我们就可以设定它的站点名称大保健，然后我们给它一个邮箱，然后用户名，对，用户名，然后再给它一个密码，用户名密码，然后点击下一步。那这样呢，我们就配对上了，配对上我们再输入刚才的，我们这个是没有接入 MySQL 的，所以它会更独立化。你就进到这样的一个后台了，它做的样子是非常好看的。是我比较喜欢的这种类型，当然也随着它日益迭代，它的这个体积各方面也开始变得庞大了。它这个是非常优雅的一种状态，我们可以到前台去看一下。对，这个是它的前台大保健，然后这个是它的博客的一些正文内容。其实整体上来讲，美观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但是它好的一点呢，它是插件和市场，就是外观市场都要比 Tapchart 要更加友好。因为友好的一点是，我们可以自己到市场去选。右上角有个主题管理，看到它默认的主题，好看美观的主题就非常丰富了。然后很多小伙伴喜欢选这个非常好看，所以我也选一个看看效果。然后它就会自动安装，其实就更像 WordPress 那样的一个生态化去这么建立的。然后回到这边已安装，它应该是要刷新一下，对，它刷新好了，我点击它，然后我们点击应用，点击确定，看把它能导进来吧。这就是这个主题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编辑的一些内容。每个主题呢，它这个后台编辑的内容是不一样的，对应的去调。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前台的一个样子。就是非常清爽的这个感觉了。这个当然大家要去打理一下，在 LandNGX 加持下，这个访问速度还是没得说的啊，还是非常轻量迅速的。当然人家的代码功力也是摆在这儿的，互相成就啊。大家慢慢研究，里面的细节呢会很多。然后你这边写文章呢，你同样可以在这边新增，它所有的交互呢都是新增的交互，都是在右侧。然后这边可以写一些标题，博客里的一些文章，你可以就拷过去啊，复制带图片看一下行不行啊？复制来到这块粘贴啊，这个图片也过来了，图片过来了，你可以把它集中一下，看一下效果有模有样。我感觉它这个做的比 WordPress 编辑文本还要友好啊。
回头要深入研究一下，你可以把这个命令全部复制过去。它复制粘贴要比 WordPress 自由度要高很多，它的兼容性会好很多。好，那我们这一篇文章就 OK 了，点击发布。发布好以后，我们这边就是2篇文章了。我们回到主题这个页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2篇文章。当然它这个图片应该是可以换的，其实丰富度会很好，因为我看过市面上有很多小伙伴用这个。好了，我终于找到一个小伙伴在用这个然后也是搞这种技术的，什么数据库啊什么的，你看它这个就非常丰富了。而且我发现人家写博客，哇，文字量特别大，让我惊叹的。这个 Docker 入门啊，主题的感觉就是非常不错的。它有很多这种过渡动画啊，导致你整个效果非常 nice 的。Nginx Pricing Manager 很多东西呢是大家要打理的。服务器上我们选择31。这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3个站点了，但是我们只有2个数据库，是因为我们的 Hello 呢是现在走的自己的一套逻辑，自己的这个备份的啊，大家可以去直接这样的去使用。然后呢，你可以创建一下，你可以把这个备份下载，点击下载啊，就把它下载下来。你可以再迁移到其他的 Hello 的平台上，同样恢复也是比较简单的，所以它这块呢比 WordPress 那边要做的要更加激进。 WordPress 是靠插件来完成的，你可以把你的备份文件上传，它会帮你重新导入进来的啊，大概备份还原是这样的。那 WordPress 呢，它是靠插件，这边选择这个插件，你这边选择备份，这个备份比较好用。不管你走哪个平台的 WordPress， 反正你下载这个插件，你就把你这个插件的那个备份的文件传上来，就可以还原了。所以 WordPress 呢，它是将备份还原、迁移等相关的操作交由第三方插件来帮着设计完成了。对，你可以点击这个直接把它下载下来，然后传到另外一台新的 WordPress 上都可以。对啊，我们35给它把防御加上，有人要攻击你的话可以进行拉黑，你高负载的时候你可以开盾等等，这些都是非常方便的，之前我都跟大家分享过，大家可以着重去看一下。如果你接入 Cloudflare 了，你就选择21把你相关的 Cloudflare 的 API 还有账号输入进来，这个也是同理。开启了 Cloudflare 模式，你就可以开启这个高负载5秒盾当你的服务器 CPU 各方面负载已经达到饱和了，它就会自动开盾进行一个抵御。高负载的情况下，那就肯定是大流量攻击你的一个情况。第一道关卡是拉黑 IP， 第2道关卡是高负载开盾全局防御这样的一个操作。你这边照着提示就输入就行了。全站备份你可以选择32，就把它们全部备份了。备份好以后，你可以选择性传输到其他的服务器做迁移。Hello 是因为它架构不行，不能通吃我们这当前的这个状态，所以 Hello 的话，你要用我刚才的方式去备份。36是开启站点高性能如果你的机器配置呢高于2核2 G 的话，你都可以开这个。这个是 Nginx、PHP、MySQL 都会去进行优化的，还有 Redis。这样就很耐操了。37呢，是你长时间想更新一些新版本的话，你可以去这么搞。当然，你可以直接按5，全部把这些环境全部更新。如果你只想更新某一个比方说我这个 PHP 呢不想要这么新的这个版本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那你选择3，你可以在这些版本里头去挑，好吧？我只能用 8.1 的这个版本。那你就选择 8.1， 它会重新的去部署 8.1 的 PHP， 帮你把很多扩展都给安装了。所以点对点的更新也是 LDMP 最近的一大亮点，包括你在这一个环境下搭建的所有站点都会受到影响，就相当于是一个底座上面有 WordPress， 有你的 Capture， 还有你的 Hello， 都会在这个基础上构建。PHP 更新好，我们就点击回车我们可以发现它已经变成 8.1 了，就这么智能。这个呢可不要乱降级，这个乱降级的话，你有可能版本号都显示不出来了。MySQL 的话不支持降级的，除非你长时间不更新了，突然更新了，发现版本号没了，这个时候才会去选择降级，降到你标准的那个版本。其余的呢都是无缝更新的，像这种 Redis Nginx都是
无缝更新的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大家其实一般来讲不需要去使用的。你这个建站我已经了解差不多了啊，我只是测试 OK， 那你就可以一并删除，选择这个 Y 啊，直接删掉。你如果真的作为生产环境的话，不建议大家去这样的去操作。这边调整好以后，如果你为了释放你机器的性能的话，机器还不错的话，你可以在这边选择28。我们这边有一个网站优化，你可以选择3，我一般是这样的搞的。优化好以后呢，不要关机，不要重启，就可以保证你的一个优化状态了。你如果一关机的话，它应该是又会还原的，因为我做的临时的，我怕会有什么不稳定性，所以我做成这种开机即用的重启重置的这种机制。那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3个 CMS， 哪一个更适合你来做建站系统的分享。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，拜拜。